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2代。今天是第3期，也就是完结篇了。今天咱们来攻略城堡的部分。这个城堡一共有5关。同样呢，咱们也不是打竞速，而是尽量的把整个流程录制的流畅一点。竞速呢，我也没有那个水平了，也没有那个精力。实在是容错率太低了，在打法上，尤其是 BOSS 的打法上，给大家尽量做的简单。所谓简单呢，就是操作不复杂，战术呢也比较清晰，而且可操作性比较强。一般换血、占安全位等等。这里刚刚我使用了空中的冲刺。这个空中的冲刺呢，在拿到之后，人物操作的手感我感觉会有一点变化，需要时间来适应。因为原来我是习惯了先冲刺后跳跃的。好的，这里就是城堡的第1关的 BOSS 战了，打力量型的拜奥伦，这里呢就是胜负手了。上一次见他呢，它是普通的形态，现在是完全体。它会在这个战场里边召唤一定的落脚点障碍物，这个东西呢可以把它的流星球反弹回去。但是咱们战术思想仍然不变，利用泡泡来慢慢蹭它就可以了。根据你脸的情况，脸黑呢就多掉点血，脸白甚至可以无伤。总之这个 BOSS 不难。去完泡泡之后呢，站在他旁边就可以了。这样城堡的第1关攻略完成。同样在关卡读取的过程，还有 BOSS 之前那卡顿的1秒钟左右，我都给大家剪辑掉了。其实超人的游戏还可以。如果录制 PS 的游戏呢，那读盘的时间真的是恐怖啊！进入关卡之前，给你读个5秒、6秒都算是短的。这一波没有赶上，我为了赶路，使用了泡泡进行护身。这里的尖刺很多呀，洛克人的外号也叫气球人。就是说他不能碰尖刺，碰到了就挂。这个地方有点难度，弹墙的时候就不要用冲刺弹墙了，用普通的。冲刺的话弹得远，一下子就碰到尖刺了。这个地方空中冲刺 ，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呢是萨加斯。这3个 BOSS 咱们都打过，但是现在呢他们都是完全体。脚下有4个平台，右侧这2个是不安全的。咱们首先把它机器的这4个炮台给拆掉。拆完了之后呢，咱们切换音速刀锋。好，人家射的准不如咱们接的准啊。萨加斯呢，用他的机器射出2种子弹，都是4个分叉的，但是有的呢是上下左右的，有的是斜方向的，无所谓，拼血都能把它拼掉。这里我建议大家就站在它的机器上，不要站在左边的平台上。站在左边的平台上呢是有几率无伤的，因为这2种子弹规律性比较强，你可以躲开。但是站在这个机器上更加安全。这样3人众打完了2个。每关的流程感觉不算长，那是因为我在路上都进行了狂奔啊。很多时候呢，不惜和敌人撞一下，利用无敌时间来过来。城堡的第3关，这关咱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拿到本作的隐藏。因为 X 的初代咱们拿到了波动拳，那本作呢，咱们就来拿升龙拳。
把敌方使用水晶蜗牛的能力变成结晶之后，咱们是可以撞的，一撞就碎了。这个平台让我想起了超级马里奥3代，也有类似的关卡，需要使用这样的机关。到这里还算顺利，这里需要走上路了，利用一下这个蝙蝠，养命一个。这里呢给了2个血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把血补满。因为使用升龙拳也像上一代一样，需要满血的状态才能够使用。小跳一下再冲啊！啊，这里切换火焰雄鹿的能力，小跳冲刺，回头呢空中冲刺。这个地方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短时间内你要冲2次，特别累。进来就可以拿到升龙了。这个升龙同样是需要搓招的。上一代的波动拳呢是下前拳，升龙呢是前下前拳，这个指令稍微复杂一点，但是呢它要求的不太严格，不是前下斜下，而是前下前，还可以吧。稍微练习一下，使用个10次能出来9次败。本关的 BOSS 阿芝尔，这是3人中的最后1人了。给大家演示一下升龙的威力。好了 ，BOSS 完事儿了。一发入魂啊！这样城堡的前3关攻略完成。那第4关呢，就是传统的 BOSS Rush 模式。这个模式在上一代做的不是很清晰，但是在本作呢，完完全全本关就是打这8个 BOSS， 也叫做受害者大会啊。这里一共8个传送门，每个传送门呢对应一个 BOSS。火焰雄鹿，大家注意它鹿角现在呢是蓝色的火焰了。第一次打它的时候呢还是红色的，但是它的 AI 没有变。同样开场呢是一个跳跃，来回攀墙。不过它肯定是格斗游戏玩的不好。我会升龙拳啊，了解一下，你竟然敢跳！这只螃蟹同样利用它的 AI 缺陷往它头上跳一下，它想升龙，咱们在下边等着它，等于骗了它一个升龙。我感觉这个 BOSS 动手的时间都没有它爆炸时间长啊。第3个，左边4个，右边4个。又是这个苦瓜，这回呢他没有机会生气了。看我前面开了一枪，大家想一下，格斗游戏最好不要只出升龙，咱们来一点连续技，一个轻拳，一个重拳，然后接一个升龙。好吧，其实是我第一下没搓出来。变形飞蛾，这个飞蛾厉害了，创造了生存时间的记录啊！毕竟呢，它有2个阶段，第2个阶段就不好了，飞行状态。咱们呢还是火焰升龙，升龙克飞行，火焰呢克重组，它还是刚系，8倍克制。这只蜈蚣，蜈蚣有可能一发秒不掉，好吧，我想多了，一发秒掉了。一发秒不掉的情况，一般都是咱们站得太近了，升龙的伤害没有吃足，咱们就已经窜到他身后去了。
水晶蜗牛，水晶蜗牛也是一样，释放的距离要掌握一下，这样才能秒了它。因为实际上这个升龙的伤害是多段的。这个位置不错，一发带走。那这几个 BOSS 活得最久的就应该是变形飞蛾了。两个形态确实占优势啊，但两个形态也是白给啊。没有什么 BOSS 是一个升龙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就2个。好，又秒一个。这8个常规 BOSS 还差谁了？没打，因为打得太快了，有点记不太清楚。鳄鱼啊，有鳄鱼呢，要稍微久一点了，它毕竟要下潜一次，咱们等一下它吧。出现了，耗油根。好吧，这8个 BOSS 呢，最厉害的就是变身飞蛾了，他活了几乎有10秒。打完之后呢，听到了西格玛的声音，这样咱们要进入最终关了。最终关是这样，因为咱们之前呢已经收集齐了 Zero 的芯片，这样咱们这里少打一个小 BOSS。这个场景可能很多小伙伴见过了，应该是之前蜈蚣的那个关卡。但是呢，咱们只走部分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应该是到了。西格玛出现了，他又带了一个假的 Zero， 黑色的，然后真的就来了。2个蓄力攻击，一个刀光。这个时候的 Zero 已经有刀了。哎，你注意他的攻击啊！一剑竟然能够3连，佩服啊！这样咱们开始 BOSS 战了，去打西格玛。西格玛呢2个形态，第一个形态呢比较普通，但是更加的难打，因为它的很多招式是有无敌时间的，咱们的升龙打不到，所以要抓机会。我最喜欢抓的机会呢，是它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，这样咱们升龙就可以了。好，就是这招，好的带走。1形态打完，这样开始2形态。那2形态呢，实际上就是西格玛病毒。这个病毒呢血非常厚啊，正常情况是比较难打，咱们需要2发升龙才能带走它。1发都打出子弹时间了，2发，好的，这样通关。本期啊真的是 BOSS 扑街大会啊，各种秒。城堡呢又爆炸了，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2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坑再见。